家好，我是 Leslie。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一款桑叶的烫发。在烫发之前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模特的发质。从视频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的 model 它是有一点点沙发的。那唯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发根其实好像没有很蓬，但是发尾呢反而是有一点点蓬的。看到这样的发质的时候，我们要再去想，我们去烫完这个头发以后，顾客在家他能还原成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啊。发质呢，它的发质是比较偏硬的，然后呢，我们在之前给它染了一个棕色，它的头发还是比较健康，没有什么受损的。之前的头发呢打得比较薄，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有点毛躁的。我们检查一下头型，我们 model 的头型呢，其实从后面看它是比较扁平的。再来检查一下我们后头部的发际线，它的后头部的发际线还是比较好的，没有倒长啊，也没有旋，大小的宽度呢也是比较 OK 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 model 的脸型。如果把头发全部放下来呢，你会发现它的头发过于太蓬以后呢，显得没有太多的质感。我们的 model 是长得比较漂亮的，那现在这个发型呢，会显得它特别的毛躁和没有形状。那我们去看它脸型的一个轮廓，去分析一下我们模特的脸型属于什么样的脸型。那从它的脸型的外轮廓来看呢，其实它的脸型还是比较偏长一点点啊，但是它的五官呢还是比较漂亮的。那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它的脸型把头发全部夹在耳朵后面打开，会显得比较漂亮。所以说我们在裁剪设计的时候呢，可能会把两边脸型全部打开。前面部分的位置呢，它有一点点的刘海，这个是我们 model 他自己剪的一个齐刘海，在这个位置这个长度。然后刚好呢，它的脸型是偏长的，然后发际线的这个位置呢是有点靠后的，有这么一点点刘海呢，我觉得也比较不错。可能我在设计的时候呢，还会再给它覆盖的再多加一些刘海在上面。那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呢？主要是最大的是它的发质是沙发蓬开的。那如果我们再去烫发，其实顾客自己在家打你，它其实很容易炸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通过裁剪去把我们整个头型的这个发质体积把它缩得很小，让它回家呢也会得到一个很漂亮的形状。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 model 可能会剪得稍微偏短一点点，我想尽量最大化的把里面的头发呢都收得特别的紧，然后呢外面的头发呢覆盖下来的时候，显得头型的体积很小。因为我们在去烫发的时候，很容易把头型有卷度，它就会增加它的宽度嘛。那这时候呢，我通过裁剪再去把它的这个头型收得小一点，那这样呢会出来一个比较漂亮的结果。分区呢，我选择的是一个上下的2分区，我们可以看到。那在分这个区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是尽量的让我们上半部分的头发大于下面的多1份，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是2，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3。因为剪女生的头发，如果我们把下面分得过于太高，当我们分这样的区，肯定选择的是去除加堆积的一个技术。那如果我们把下区分得过于很高的时候呢，这个位置去除的太多，第一个头型会很帅，第二个堆积跟去除的这个面啊，它很容易连接在一起，就是你连接起来它也会很假。头往后面掉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很多长的，所以说呢那个时候看上去不是很自然。所以我们的分区一定是要上面多一点，然后呢下面要少一点点。因为我们 model 的头呢是比较扁平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稍微的往下再分了一点点，为了更好的在我们后部区建立一个重量。好，我们现在开始裁剪。侧区呢，我选择一个可能是圆形均等的一个层次。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 model 的脸型它是比较偏长的，头型最宽的是在这个转角的位置，不是说我们要在下面。其实剪到这样的脸型呢，我们是要去扩宽下区，把上区去收窄，那这样呢会得到一个视觉的平衡。那刚好呢用圆的一个均等层次呢，这个位置可能会剪得比较短，然后呢也能够更好的打开它的脸型，会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我们 model 的脸型呢是偏长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位置我可能选择头发的长度呢可能会微微的长一点点。在剪这个位置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要去注意，我们不要往前去带。如果往前去带的时候呢，在这里很容易形成什么？放在眼际线的旁边，它会有一个很齐的钝线，所以说我们不要往前去带。我们原位去提拉，长度呢剪到3至4公分，然后呢剪一个直角的切口就可以了。我们前区呢，当我们把握的不是很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稍微的留长一点点，没有关系的，不要一下剪太短了。得到这个结果以后呢，我们再微微的斜向后。注意我们在剪的时候呢，一定要，我们人不动的时候呢，我们的凳子啊一定要去转动它，往前去微微靠一片，随头型去走。一定要注重我们的角度呢是拉到90度的位置。
这样呢会得到一个下区是长的，上区呢它有一个收紧的作用。这样的裁剪方式剪出来呢，它会得到一个自然头型发际线的一个轮廓形状。现在外部轮廓形状呢，我们不用去管它。好，注重这一片啊，一定要从后往前。好，分到我们的耳背的位置就可以了，定在最后一片的位置上去裁剪，角度呢提拉到90度，看到我们的引导线。剪到这个位置以后呢，我们的后区就不要再用圆形方式继续去裁剪了。当我们选择一个圆的技术的时候，剪完以后呢，后发际线会特别的小和特别的窄。那其实针对于上半部分头型比较宽的，如果你把下区剪得很窄，它就会看上去呢一个美感的比例它是不和谐的。所以在后区呢，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技术去裁剪。另外一侧呢，我们也是选择相同的方式去操作。那这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的手一定要抬高啊。很多人在剪这边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什么呢？很容易表面会有一层钝线，那是因为我们反手边的手呢没有抬起来啊，在这个位置要去注重一下。第二个点呢，是我们的长度一定要去统一。如果我们实在是参照不了长度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梳子去寻找一个距离，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梳子的几个孔，这些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啊。那呢，我是两边裁剪的长度呢都是4公分左右。在剪我们反手边呢，大家可以多看一下我的视频啊。在剪的时候呢，我们在上半区的时候一定要先剪上半部分，微微的呢要抬得高一点点，这样呢不太容易有钝线。发片的靠位呢，2靠1、3靠2、4靠3就可以了。发片呢不要分得过于的太厚，太厚呢出来的结果会比较粗糙。因为它的头发呢是沙发，所以说呢我们尽量呢把它剪得稍微以质感为主一点会好一些。这样呢我们顾客回家的时候头发不容易产生毛躁。好，我们剪到耳后的这一片呢，我们就要定住了啊，不要再往后去裁剪。提到最后一片的位置，提拉到90度，以我们前区的长度为引导。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很漂亮的发际线形状的一个头发。后区呢，我在这个位置选择一个三角的去除，拿掉它的亮感的同时呢，我们的侧面能够保留一定的长度啊。因为它的脸型比较偏长，我还是希望从正面看过来的时候呢，它的后面会有一点点的头发，这样呢会去视觉感看到我们的脸型呢不会特别的过于很长。所以说整个后区呢，我选择的长度呢也是4公分左右，因为我们一会儿呢还要去烫发的，所以长度不能一开始就剪得过于的太短。那这个长度呢，我们可以根据每个顾客脖颈的不同、头型的不同、发质的不同，长短可以去发生变化是没有问题的啊。发片的靠位呢，2靠1、3靠2、4靠3，提拉到90度就可以了啊。一般呢，颈侧点以内呢，我们剪的都没有太多的问题啊，可能比较出问题的是颈侧点以外的头发。好，当我们剪到颈侧点以外的时候呢，要注重一下。我说过了，我想要从我模特的正脸看过来的时候，它的这些边缘有一些翘起来的这样的头发，可能看起来它会比较漂亮。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在裁剪的时候一定要微微的向后去带。但是向后带以后呢，侧面的头发呢，它会过于的有点宽，有点厚重。所以说呢，我们的角度呢提的要比后面的区域要再高一点点啊，这样呢它就会很收紧我们的头型，但是呢我们需要保留长度的地方它还是在的。其实如果我们的 model 今天它的头发不是有点沙发的话，我可能选择削刀会快一些啊。削刀呢它会得到一个很自然的结果，但是呢遇到沙发呢，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去用削刀，因为品质会弱，因为本身头发是有点毛躁的。越到我们的耳背区呢，就其实头发就缺的概率就会越大了。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啊，把我们的头发往上去带，全部带到我们的转角，但是呢角度一定要慢慢的越来越高啊，所有的头发都是往后去带。好，这样剪完以后呢，其实这个位置它还会有一点点的重量线，然后呢跟我们的前区呢其实也是一个不连接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区域去过渡一下，只需要去拿我们耳背发际线以上1公分以上的地方，微微的拿起来，
所有的头发呢，我们往上去带，把这个尖锐的地方去剪掉它。那这个位置呢就没有了。一定要看到它是一个瘦长的一个后面啊，后区。那从我们正面去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在做造型或者我们一会儿去烫发的时候，这个位置它会有一点点翘起来，这样呢能够增加它这个位置的宽度。不管是从我们后头部去看还是从前面去看，这一点呢是非常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剪我们反手边的时候呢，我们的凳子一定要往下去降，这样呢我们的手容易抬起来。在后半部分这个区域呢，很多同学裁剪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边容易去放长。其实呢我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我通过很多次的练习和裁剪，我找到了控制它的方法。首先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第一个梳子梳的时候呢，一定要从后往前去梳，然后呢先剪我们上半部分的区域，然后呢再剪我们下半部分的区域。那梳子从后往上去梳呢，我们的发片方位它不会往后过于太多。那我们平时的习惯可能都是这样的，这样往后去带的，那头发自然会偏移很多。那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就会越来越长啊，这是一个控制它的方法。那我们的发片从中间这个位置开始去裁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底线不容易去剪缺啊。这两个方法呢是比较好用的，大家呢可以去借鉴一下。好，同样的方式，但是呢，一定要保证我们的分缝线是斜的，提拉的角度是90度啊。越到转角的位置呢，因为拍视频的原因，所以我人是不能动的，但是呢，我们是一定要去动凳子。在这个位置一定要把我们的头发去梳透，这样呢，我们的头发就会剪出来细腻度也会比较强。好，那在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呢，我们的顾客的肩膀会挡住我们的手，不好去操作。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让他的头微微的偏一点点，这样呢，我们会更好操作。好了，颈侧点以外呢，这是很重要的地方，我们要去注重一下，角度抬高，发片靠到颈侧点的位置，这样呢，我们的头发不容易去卷缺，保留颈侧点以外的一个长度，斜向前去分线。很多时候我们剪短发不漂亮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把脖子剪得过于太空，那不是说剪空不好看，而是来自于它是否匹配你顾客所有的属性啊。那当然一般这个区域剪空的呢，我觉得可能年纪大比较成熟的发型它会比较适合，那像我们model那么年轻的小妹妹这些它就不适合。好了，剪到这一步的时候呢，我们要注重一下，如果我们全部这样带起来呢，有时候你的角度不够高的时候，你很容易把这个位置去剪缺掉。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不需要去全部带起来，发际线1公分以上所有头发，我们呢把它拿起来。在这个位置呢，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偏移，如果我们往后偏往前偏，其实去掉的样子是不对的，我们就原位去提拉。得到一个很瘦长的面。到我们的重量区域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选择的技术一定是圆形的堆积。为什么呢？因为圆两边能够收窄，中间呢它会能够建立很好的饱满度啊，所以呢我们选择的技术一定是圆形堆积。但是在这个区域我们要去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它是自然的一个沙发，如果我在这个区域建立过多的层次呢，其实头发就没有重量感啊，头发容易去毛起来，所以在这个位置一定要稍微角度低一点点。第二个我们如何去设定，我这个头型落在哪个位置它会比较饱满。那在这个位置设定的时候一定不要和裁剪一样啊，因为我们一会儿是要去烫发的，一定要在想我烫完以后我这个头发缩在哪个位置它会比较漂亮，这是我们非常关键的一点啊。OK， 我觉得以它的头型来说呢，我们可能烫完以后在这个位置可能会比较漂亮。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要略微的放长1到2公分，给我们的烫发去做更多的选择。侧面的头发呢，自然垂落，垂落呢掉到它耳孔的位置，我们微微的设定到它耳垂的位置，好，剪掉。在裁剪的时候呢，一定要往斜向后往前去带，先剪上半部分的位置45度，角度呢一定要再慢慢的往下去降，切口呢一定要慢慢的往里面去收。选择的呢是一个平剪，因为我们 model 的头发呢，其实它是发尾它之前被打过薄的，所以说整体来说它其实质感没有那么好，用平剪呢去增加一个头发的质感。一定要注重我们的角度，慢慢的向下去降。如果我们都是一个角度去裁剪呢，在这个位置很容易出现一个钝的面。手呢一定要微微的向里面去收，这样呢我们的后头部的头发呢，它会得到一个
不会特别尖的一个形状。所有的发片呢提拉到45度，角度呢慢慢的向下去降，靠位呢2靠1 3靠2 4靠3，注意我的手位呢一定要微微的向里面去收，这样呢我们中间的区域不会掉得过于的太长。当我们这样手位慢慢的往下移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虽然我用的是平剪，但是它会得到一个非常柔和的结果啊。表面的头发呢，我们不用去提拉任何的角度，自然垂落，以我们下区的头发为引导，点剪去裁剪就可以了。因为一会儿呢，我们顶区的位置还要微微的去一个角。现在这样去看呢，其实我们整体的头发的量感呢，重量都是偏低的。我们再通过打薄和烫发呢，重量自然就可以刚刚好的位置。剪烫的头发呢，其实是不太难的，因为它对我们的精准要求度其实不是很高，但是对我们的判断力非常的强。也就是说，你剪在什么位置，烫出来会是什么效果，这一点会有一点点难度啊。微微的斜向后去分，另外一侧呢也是相同的方式去裁剪就可以了。找到呢我们一开始定的长度，耳垂的位置。拉到耳垂的位置呢，一刀剪，然后呢，再以我们裁剪的这个长度为引导，斜向后45度，发片的角度呢，慢慢的向下去降，手呢一定要微微的向下去收。剪圆形堆积呢，其实我们这一侧会微微的难剪一点点，这边呢剪完以后呢，很容易出现一个硬的线，其实和我们剪三角堆积的方式呢，刚刚好是相反的啊。好，手呢慢慢的向里面去收。剪反手的一边的时候呢，我们的发片不要分得过于的太厚，如果分得太厚呢，它会非常的不均匀。还有一种方法是我们在边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边去梳两边的重量去检查一下。看一下是否我们剪的两边是一致的啊，这样的方法呢也是可以用的。好，我们最后一层的时候呢，一定要自然的垂落。那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头发自然干起来的时候呢，它的蓬松度在顶区是会不一样的。那我们压低去裁剪呢，它会有放长的一个效果。那这样呢，我们在干了以后呢，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就是还可以再修饰的一个空间。好，这样呢，我的后部区的一个饱满度呢就已经建立结束啊。剪完以后呢，一定不要看得到有过多的硬线。如果是有过多的硬线，也就是说可能是我们的角度或者是我们的切口，可以稍微注重一下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呢，因为表面是压低的嘛，所以说呢，它的表面这一层是非常长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表面这个角呢微微的去把它磨掉一点点就可以了啊。磨角呢，我们是不需要去剪很多头发的，头发的自然柔和度呢，是靠我们在剪结构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磨角呢，只是希望表面呢会产生更多的柔和，然后呢不要那么重啊。所以说很多同学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磨角磨的会过于太多，要去注重一下。水平去提拉就可以了啊。两侧的头发呢，我们都可以反手的去交叉检查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头发的位置呢是原位去裁剪，不需要往哪个方向去靠，因为本身就剪的是一个圆的结构。那甚至呢，有时候我还可能会往前去带啊，这样呢会更加收紧我们的一个头型。好，两侧也是微微的反手交叉检查一下啊，得到一个更加瘦长的一个结果。在这种宽的头型上呢，这一步的动作啊，一定是要多做的。有时候我们剪头发呢，前面是给顾客看的，但是后面呢是给他的朋友看的，所以不是说后面不重要，后面也很重要啊。所有的好看呢，它都是有一定的和谐的。你把前面剪得很好看，后面精致度做得不够，那也是不行的啊。好，在这个区域呢，我们看得到第一个微微的这样圆下去的弧度，然后呢不要有重量线，就可以了。前区呢，它本身是有刘海的，我们呢以它刘海的长度不要去动它，然后呢以它的长度慢慢的剪过来，剪一个半圆形。其实我们的 model 呢，剪一个到眉上的刘海，它也是比较漂亮的。但是呢，今天我并不想要给它剪得这么短，所以说呢，我会以它头发的长度为引导来去修剪。那当然啦，我们在现场可能会遇到不同的顾客，我们呢长刘海呢也可以说留到鼻尖，也可以留到嘴巴，也可以说什么呢到眉上的位置都是 OK 的。那这个时候呢，根据我们的顾客去决定啊，以我们前区的刘海的长度为引导，所有的发片呢提拉到水平，选择平剪的方式。
我们这个 model 呢，我觉得它的脸型呢打开走平一点点的这种弧度会比较漂亮，所以我的手位没有过于的太斜。第二片的位置，我们的角度要微微的压低一点点，手呢慢慢的向内去收，这样呢我们的侧面它不会过于的太长。注意看我的手位，头发向前带呢，它能够增加向后的扭向，但是向前带以后呢，我们的头发后面就会变长，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一定要向前去梳，然后呢手微微的摆成斜向后，这样呢我们的侧面就不会过于很长，且同时它能够得到一个向后走的弧度。最后一片呢全部定到第一片的位置去裁剪就可以了。在这里呢我们只需要去定一个圆形的轮廓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我们的刘海长度设定的是有多短，我们的侧面的长度一定要盖住我们下区去除面的1/4的位置就可以了。两边的裁剪方式呢都是相同的，向前带，手往内收，慢慢的往下去降，收圆。相对来说呢，我们这边呢会比较的好控制和比较的好裁剪。如果你控制不好两边的长度一致，那你在剪的时候呢，你都可以剪一片，然后呢去对比一下另外一侧的长度，这样呢安全系数也会更高。顶区呢我们随头型分寸，以后面的长度呢为引导，微微的呢把顶区最尖锐的那个角呢去磨掉，全部往我们头顶的那个方向去带，这样呢我们的侧面能够保留一定的长度，这个长度呢能够去覆盖我们下区不连接的地方，让我们不连接的地方的切口不会过于的暴露，且头发呢不会过于的中性，这样呢我们的一个结构就完成了。黄金点的位置分开，选择10%到12%的牙剪，打一个堆积的层次，从深慢慢的到浅，选择三角分份的方式往后去带。我们的发型结构呢，它是一个中低层次，但是呢整个圆形面呢它是非常的圆润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们不需要去打别的位置，只需要打一个堆积的层次就可以了。当我们遇到结构层次比较丰富的时候，注意我们的牙剪不需要打任何的位置，只需要去把我们的发尾1/2处去柔和我们的切口就可以了。因为层次比较丰富，如果我们打的位置过于太多，那我们的头发出来的质感它是会丢失的。头顶的位置呢，我们也是低角度去提拉，发尾去柔和就可以了。一定要去检查你的头发结构不要有任何的硬线，侧区呢垂直去分份，高角度去提拉，打发尾的1/2处。我们的下区呢剪的是一个去除的层次，所以说呢在这个位置我们不需要用牙剪再去把它做了，因为它的头发本身是有点沙发的，如果在去除层次上我们还要去用牙剪，那它头发出来的毛躁度会去增加，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要去注意。头顶呢柔和发尾的1/2处呢，它会保留一定的厚实感的同时，它不会特别的僵硬，切口呢会得到柔和。最后呢选择削刀斜向后分份往前去带，削刀间隔呢去划我们的发宗，这样呢我们的发宗会得到一个空间感，因为本身结构我们的后头部它其实是比较闷实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去烫头发，头就会显得特别的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选择削刀间隔去做线条，那这样呢头发既能够保留住它的质感的同时还会有一定的空间感，因为沙发嘛，我们的牙剪尽量不要用的太多，一定要间隔的去做，刀斜着进去。用削刀的时候呢，我们的手呢要轻，慢慢的来。我建议呢，你们的削刀不要太过于锋利，如果太过于锋利，你们控制不好呢，会削掉非常多的头发。在这里呢，要特别的去注意啊。找到我们前面的转角的区域，水平去分区，发片呢向后去带，也是同样的方式，从发中选择削刀，慢慢的去做线条，做空间。因为我们的两侧呢，其实刚才只是定了一个轮廓，其实呢它还是比较闷实的，所以做这一步呢，能够减小我们转角的体积面的同时，你再去烫的时候，头发就很有空间了。我们最后一层的顶区呢，就可以不用去做了，因为刚才我们已经用过牙剪了。那这样呢，我们的牙剪调亮就已经结束了哦。我们的 model 呢，它是一个沙发，头发呢会有点毛躁，质感没有这么强，然后它的头发的发量呢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少，所以我今天呢想给它选择的腰水呢是偏柔和一点，这样呢可以增加它头发的一个柔软度和它头发的质感，所以今天呢我给它选择的是一个韩国的进口腰水来操作。微型分区，选择小号的杠距，斜向前，慢慢的我们杠距变成一个垂直的，在这个位置我们只需要烫一圈就可以了。第二片的位置我们选择低角度，比刚才的杠距再小1号，慢慢的向上去反卷，
在这个位置呢，头发不太容易烫卷，所以我们的杠距一定要小，需要注意啦。我其实是希望我们的后区的头发烫完以后呢，它都是微翘的，但是我在侧面并没有选择去卷反翘。如果我们在侧面直接卷反翘，它会出来一个结果，那就是我们的头型过于的老气。所以在这里呢，我两边都是选择垂直向前去卷的，这样呢，我们的头发烫出来它也会翘，但是它会翘得比较自然和好看。侧区呢，找出我们下区剪去除的区域，把上面堆积的地方夹起来。整个侧区的去除面的头发呢，我们选择用一个杠距就可以把它烫完。低角度向下带，选择一个反卷，杠距呢，注意要换成小号哦。低角度能够收紧我们的头型，本身这个区域的头发就没有很长，所以呢一定要选择小号的杠距向上去卷，那这样呢它会出来一个非常自然的微翘的头发。第二层呢，我们的发片要向前去带，低角度去提拉，选择烫1圈半，杠距呢要选择小1号，因为在这个位置呢我们选择一个反卷，去收小它两边转角体积的头型。因为本身 model 的头发呢它是很多的，而且我们剪这样的层次呢，其实两边的头发的发量是比较多的，所以在这里呢一定要选择反卷。今天我给 model 选择的是韩国进口的药水，那国外的药水呢它 pH 值都比较低，所以呢它很难去出卷，所以我们在烫的时候呢，选择的杠距一定要选择小1到2号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今天呢，整个下区的选择的杠距呢都是偏小的。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药水的 pH 值去选择合适的杠距。这样的话，你可以用相同的排杠方式，但是呢，不同的大小号的杠距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model 的头型呢比较扁平，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选择了三角分缝，高角度去提拉，水平入卷。这样呢，我们的后区它会有一个饱满的弧度。第二片呢，角度微微的降低，选择大1号的杠距，水平入卷，慢慢的向里面去卷。这样呢，我们的整个后头部它既有自然的纹理，还可以产生一个饱满的弧度。转角的位置呢，我们选择斜向后分缝，也是采用同样反卷的方式。这样呢，我们中间的区域能够得到饱满的弧度，两边反卷呢能够收紧我们的头型。针对于头型扁平、头型比较宽的，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操作方式。头顶呢高角度去提拉，注意啦，在我们顶区呢，杠距一定要换成再大1号的杠子。越是层次比较丰富的发型，越到顶区杠距一定要越大，一定要烫出来越自然，它就会越漂亮。刘海的位置呢，我们的药水上离发根3公分左右，选择呢高角度去提拉，同样的杠距，水平入卷，慢慢的卷到发根。那这样呢，它一会儿中分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弧度。这样呢，我们的排杠方式就已经完成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我们遇到头型扁平、头比较大的，你们都可以采用这样的排杠方式，它会出来一个非常好看的结果。这个呢是我们加热了10分钟，冷了10分钟得到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加热的温度呢是60度啊。现在呢我们去拆杠检查一下我们的卷度。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把我们的头发去抖散，看一下我们卷度的回弹力以及它的张力。冷烫呢，软化一定要到75%以上，但是呢，也不需要它一定要软化到100%。如果软化到100%呢，它就会非常的抠弹。那我觉得呢，这个效果就是我想要的。我们的头发呢已经软化好，现在呢我们开始定型。同样的，这个药水呢是不需要去冲水的，我们直接定型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刚才定完型，然后拆完杠的一个头发。我们大概来看一下没有造型之前的样子。可以看到我们就算是烫完头发以后，它还是一个瘦长的形体。可以看到我们的卷是从高慢慢到低的一个过程。那像如果我们在线从沙龙烫成这样的头发呢，其实我觉得发根呢就吹一点点干，然后打点摩丝，然后让它自己干，就这样的形状，其实它都是一个很漂亮的。那当然我们前面的头发呢也可以把它放下来也可以呢就像我现在一样的，就是给它梳了一个小中分，也可以呢我们去侧着分，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我打了一点点泡沫摩丝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如果我们喜欢一些干一点的造型呢，我们用烘澡去烘干就可以了。这款烫发呢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